每个月拿2000块怎么了？穿这件衣服，报这个班，就学这个专业，我们为了你好。我叫林晨，今年28岁，毕业6年，月薪5300。像我这样的人，3秒钟就会被人群淹没。像我的这份普通，在父母眼中是种不可饶恕的错误。房子、车子、恋爱、婚姻，对我而言像是另一个世界。喂，妈。凌晨，春节大年初2回来相亲，日子都给你定好了。妈，我不想相亲。不想也得想，你都28了，再不结婚，我和你爸的脸都被你丢光了。工作不行，挣钱不行，没车没房，现在连结婚都要我们逼你。他要是敢不去，以后就别让他认我们这对父母。知道了，我去。相亲、结婚、生子，然后按照父母的意愿过完一生，这是我想要的人生吗？你就是凌晨，你表姨跟我说了，在小公司做文员，月薪5000多。是我。没车没房，我听说你还要上交2000给家里。是这样的。那你还来相亲？没前途没本事没家底，跟着你喝西北风吗？你连自己都养不活，还想相亲？我劝你还是别耽误别人了，先混出个人样再说吧。你看看你，连个姑娘都看不上你，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没用的东西？养你这么大，一点出息没有。别人28岁买车买房，孩子都能打酱油了，你呢，一事无成，窝囊废一个。把眼睛给我睁开。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只要我违背了他们的意愿，换来的就是无尽的羞辱与讽刺。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我喜欢吗？又或者说我想要吗？有些人看似活着，其实早就已经没了灵魂。我问你，这辈子你为自己而活过吗？我28岁，为父母而活，为别人的眼光而活，从来没有一天是为自己而活。不行，我要为了自己活一次，去自己一直以来想去的地方。南极，这次我不想再失约了。攒了6年的积蓄，这次换为自己活一次。南极，我来了。小伙子，去机场是吧？尾号多少？行李我来帮你放。0997，谢谢。哎，你昨儿跑城郊那条路没？邪门的很。昨天下午路过那片新建的产业园附近，手机信号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导航都卡了好几次。不能吧，老陈，是不是基站出问题了？哎，谁知道呢？不光信号，今天早上天也不对劲儿，雾比往常浓多了。我跑了10几年车，没见过春节起着这么大的雾。尊敬的各位旅客，我们抱歉地通知，由于航路天气及空域管制原因，您乘坐的航班将延迟起飞，具体起飞时间待定。奇怪了，天气好好的，怎么突然全部延迟了？我刚看了航路，一路都是晴天啊。对，是总部地下3层的通讯设施。从今天早上7点开始，信号就断断续续，常规检修做过了，查不出任何问题，不止一处，
好几处地下节点都出现了同样情况，地面信号正常，唯独地下设施信号异常变动。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出现过。末日前的蛛丝马迹，像细密的针，扎进生活的缝隙里。没有人在意，没有人警觉，没有人会想到，一场席卷全球的灾难已经在不远处悄然酝酿。你好，这里好像是我的位置哦。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第一次坐飞机看不懂座位排布，真的非常抱歉。没关系，没关系，第一次坐机都会慌的。凌晨先生，你的座位在那边哟。你怎么知道我名字？凌晨先生，你的机票上明明白白写着名字呀，我刚扫到一眼而已。抱歉，我太紧张了，没注意。我叫苏望，肆意妄为的妄，不是忘记的忘。苏望，谢谢你，苏小姐。不用客气，快回你的位置吧，飞机快要起飞了。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他笑起来的时候，眼睛会弯成2道月牙，肆意妄为的妄，那是我想活成的样子。凌晨先生，好巧啊，原来你也是在这里中转。真的好巧啊。我也是下一班飞机，留个联系方式吧，万一到了港口失散了也好联系。你也登的是南极星号，太有缘了吧，我的队友要在港口才会合，接下来我们一起同行好了。好啊，那就麻烦你了。不麻烦，我们在路上还能说说话。喂，妈。凌晨，你到底跑哪儿去了？我托人给你安排的相亲，你说不回就不回，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妈？我不在家，我出来了。你说什么？你敢不经过我同意就乱跑？我告诉你，立刻给我回来！工作我给你安排好了，对象我给你找好了。我不回去了，妈。我不想再按你安排的路走。我要去南极。南极？你疯了？你哪儿来的钱？凌晨，你是不是偷钱了？钱是我自己一点点攒的，没偷没抢。你竟然敢藏钱！我养你这么大，你居然敢背着我藏钱！你有钱去那种地方，不想着孝敬我跟你爸，你这是不孝！我已经成年了，我有权利决定我自己的人生。这一次，我想为我自己活一次。为自己活？你去什么南极？去南极就能有出息！我告诉你，凌晨，马上把票退了，立刻回家，不然我跟你没完！我不会回去的。抱歉，让你看笑话了。没有，我知道，阿姨可能只是太担心你。那不是担心，是掌控，是害怕我离开，害怕我独立，害怕我再也不属于那个所谓的家。谢谢。看起来适应得很快吗？苏望，我耳朵又开始疼了。捏紧鼻子，闭上嘴巴，轻轻往耳朵里鼓气。别慌，只是强气流。到底什么情况？飞机一直在下降。请大家冷静，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凌晨，别怕，飞行员一定有办法。请系好安全带，我们遇到了强烈的气流，请保持冷静。手动保持姿态，自动驾驶完全失灵，卫星导航全部断开，气压持续下降，引擎气流不稳，缓慢降低高度，突破云层。别怕，苏旺，没事的。我也相信机长一定能控制住飞机。快看，冲出云层了！飞机成功突破云层，已恢复平稳。我飞了这么多次国际航线，从来没遇到过这么可怕的情况。自动驾驶失灵，被困在后云层里，完全失去方向。那几分钟，我真的以为我们要出事了。没事了。凌晨，我得先去提前订好的酒店跟队友会合了。那我们船上见。船上见。苏旺，他家境优渥，见多识广，活得自由而耀眼。而我呢，一个从小被母亲牢牢掌控的傀儡，没有体面的工作，没有丰厚的收入，省吃俭用攒下的私房钱，才换来这一次逃离。你连自己都养不活，还想相亲？我劝你还是别耽误别人了，先混出个人样再说吧。连个姑娘都看不上你。我与苏阳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一次旅途的偶遇，一场高空的惊魂，不过是短暂的交集，不该生出任何不该有的念想。小伙子，也是一个人去南极？一个人。我姓周，周建国，退休地理老师，这辈子就想来看看南极。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你说对吧？没错。凌晨！哦，苏旺苏旺，这就是你一路上念叨的那个凌晨先生啊！别乱讲，我只是说路上遇到个同伴。陆深眼底的不屑并非毫无为由，在对方眼里，我大概就是一个突然闯入的不起眼的闯入者，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不该有不该有的念想。真是好大一张床！回想我20多年过的什么苦日子，竟然一次都没为自己活过，这一次一定要痛痛快快的玩上一回。为防止突发情况，现在请所有游客来宴会厅进行安全演习。请所有游客来宴会厅进行安全演习。这么大个船能出什么事儿？算了，还是去吧，万一呢？各位旅客，下午好。接下来进行国际海脉组织强制安全演习，内容包括救生衣穿戴、救生艇位置确认、紧急集合流程、火灾应对、弃船指令识别、极地特殊环境避险。第一步，将救生衣从头套入。第二步，拉紧肩部2个调节带。第三步，扣紧腰部主卡扣。凌晨，你绑好了吗？我的带子总是系不顺手。把带子从腿间穿过去，卡扣向外侧扣紧，拉紧即可。好吧，知道了。凌晨今天怎么怪怪的，好像故意躲着你一样。
你到底跑哪儿去了？一声不吭就出国，眼里还有没有这个家？你再不回消息，我就报警，让航空公司把你拦下来。来一整瓶威士忌。从今往后，我不再是谁的附属品，不再是被控制的木偶，我只是凌晨，为自己而活的凌晨。凌晨，你回房间了吗？刚才看你好像有点心事，如果睡不着的话，甲板晚上风很舒服，可以出来走走。我也还没睡。我在5层露天观景台带了威士忌。居然真的是威士忌，正好，我也想喝一点。你也喝酒？当然喽，我可是苏旺，肆意妄为的妄。尝尝。这样喝不辣喉，很顺。我28年的人生，从小被父母全方位控制，穿什么、学什么、做什么工作，全被安排得明明白了。这次来南极，是我第一次反抗，第一次逃离。其实我18岁之前跟你很像，家里条件好，但所有事情都必须按照父母的安排来。考上大学离开家后，我认识了小冉、陆深和江哲，跟他们在一起之后，我才慢慢活成了现在的样子，肆意妄为的妄，所以我懂你，你做的特别勇敢。活了28年，第一次有人真正懂我。在想什么？看得这么出神。在想外面的浪，也在想一些听来的旧事。都是大半辈子前的事儿了。那个年代，很多由不得自己。我刚才在想，如果一切都停在这里就好了，就这样一直飘着，好像也很好。人总想停在最安稳的地方，可真正的自由不是停在某一刻，而是你走到哪里，过去都追不上你，心自由了，哪里都是远方。风太大了，玻璃很凉，别靠太近哦。谢谢你，苏旺。我们是朋友呀。你看，船很稳，我们很安全，慢慢开，很快就能看见南极了。你走路不长眼睛吗？弄脏我的裙子，你赔得起吗？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是你没注意后方，还敢顶嘴。衣服不用你赔，但撞了人，必须低头鞠躬，诚恳道歉。明明是你自己不小心，我看得清清楚楚。道歉也轮不到他，是你女朋友先撞人，错在他，应该道歉的是你女朋友。你算什么东西？一身地摊货，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我是他的朋友，错了就是错了，与身份无关。地摊货还敢嘴硬？住手！得饶人处且饶人，这位姑娘明明是受害者，非要逼她低头，未免太不讲道理。老头儿，我劝你少管闲事。我管的不是闲事儿，是公道。
有钱可以买奢侈品，买不来尊重；有权可以定规矩，定不了是非。老头，你是教书教傻了吧？那只能说明你钱不够多，权不够大，傻逼。我们都亲眼目睹了这一幕，那位穿着礼服的女士撞上了他的手臂。还不快走！你怎么样？手有没有很疼？我刚才查了一下，赵天宇是赵氏集团的独子，赵氏涉足地产、金融科技，在国内排名能进前20，而且他在圈子里臭名昭著。今天这么多人落他面子，他大概率不会就这么算了。少爷，我错了，少爷，我不行了。这就不行了吗？让你今天害我丢面子！我错了，少爷，我错了。船长 ，GPS、北斗、惯性导航全部失效，磁场乱得离谱。总部，这里是南极星号，船上一切全面异常，导航失灵，地磁数据爆表，请求指示。南极星号收到，全球同步出现地质异常，通讯、导航大面积瘫痪，暂时无解决方案。是否返航？禁止返航。你们已经驶出德里克海峡，此刻折返只会重新进入风暴区，按原航线继续前进。另外，船上有赵氏集团太子爷赵天宇，赵氏董事长已与我方高层直接通话，要求船方向赵天宇出售一部分应急物资，所有异常消息全面封锁，绝对不能向船员、乘客透露半个字。少爷，全球范围地磁异常，卫星信号、电子导航、远距离通讯都在大面积受干扰。老爷判断后续很可能出现断联、断电，船方会优先向您调配一批应急物资。行了，我知道了。老爷已经安排了私人救援团队待命，但全球磁场混乱，直升机暂时无法起飞，接应计划大概要推迟1到2个星期。提前囤好物资，手握生存保障，就算真的出了任何意外，我也能立于不败之地。以后离我们远一点，别再凭着一时一行事给别人带来困扰。陆深，你别这么说，今天不是凌晨的错。就是啊，你怎么能怪他呀？行吧，我话就说到这儿，你们自己小心。那我也先回去了。凌晨，今天真的谢谢你。不用谢，我们是朋友。我现在有点睡不着，心里乱乱的，你能不能陪我去坐一会儿？可以，我在门口等你。等很久了吗？没有，我刚到。你想喝点什么？随便，什么都行。等果味鸡尾头，小虾就等机会来。凌晨，今天真的对不起。没关系，我们是朋友。可是赵氏兵来将挡，现在怎么说，咱俩也算是共同抗争的战友了吧？当然算。谢谢。妈，昨天没信号，我没事儿。他是赵氏集团的太子爷，我知道了，你们也注意身体。各位贵宾，下午的摩托艇活动，摩托艇已找腿和奶枕，超好玩。
我就不去了，这些项目都是自费的。喂，快走快走，你不要跟我去嘛，超级好玩。凌晨，这里，快穿上，今天本女侠带你征服极地大海。走，我们一组。今天我不带你了，我带凌晨，就当是给他昨天行侠仗义谢礼。苏望，我和你更熟练，更安全。没事啦，我技术很好的。抓好了，出发喽！ Well, you don't care about the fooling around. I'll tell you, little darling, can you know when to play? 慢点，快慢点 ！I'll love you when it's gonna be like this. Don't care about you falling down. Don't care about you falling around. I'll tell you, baby, yeah, you know it's a bliss. I'm gonna love you when it's gonna be like this. 一起去餐厅吃饭吧。好。坐这儿。你们先坐着等一会儿。凌晨，我最后警告你一次，离苏望远一点。你和他的身家、背景、圈子云泥之别。现在立刻起身，离开这张桌子。我都得罪了赵天宇，你觉得你比他牛逼？我知道你喜欢苏望，那又怎样？你追上了吗？没有吧？那你在自我感觉自豪些什么？这就是你们所谓的豪华游轮？什么叫没有了？我排了半个小时的队。对不起，先生，物资补给延迟了，真的非常抱歉。那你们早干什么去了？这么大的船，连吃的都管够吗？怎么就拿了这么点儿？没有想吃的吗？菜少了很多，牛排和龙虾只能选一种。我刚才听旁边的人说，好像好几个菜都空了好久没补。不说那些了，你们知道我刚才摩托艇有多厉害吗？我漂移的时候，凌晨都快吓哭了。确实很吓人。我到最没下去技术好了，他想保上和你都是粉丝星，垫板就行呀，也靠不丘为升级了海上的变了呀。听说不只是餐厅，船上的矿泉水、零食也开始限流了。先回房间休息吧，下午船就到南极科考站附近了。嗯。过来，我现在火气有点大。卫星全断，彻底失联，联系引擎室。主机熄火，磁场锁死。We are stuck. 这就是我们付了钱得到的。我们要饿死在这里吗？请大家冷静，我们正在想办法。
船停了，你发现了吧？十几分钟前就没震动了。引擎彻底报废，启动不了，所有电子设备被强磁场干扰，内部通讯中断，对外联系全断，我们被困了。餐厅减量，酒吧涨价，信号消失，船长一直在瞒。赵天宇早知道，他偷偷囤了全船1/3物资。我们不熟，你为什么找我？我看人比看代码准。陆深骄傲自负，赵浩宇音质很辣，只有你有底线有担当。船乱起来后，靠的不是钱，是能不能扛事儿。我选你。我明白了，接下来只会更乱，做好准备。赵先生，全船动力锁死，对外信号全断。下层餐厅以最低配给，乘客大面积恐慌。慌得正好。陆深收买船员，计划对凌晨实施意外教训。意外？陆深这点手段也就欺负普通人，需要我出面制止吗？不用，让他们斗。是。等他们饿到发空，抢不到一口饭的时候，我再带着物资出现。到那时，整艘船的人都会跪着求我。备好应急物资，锁死舱门，任何人来求都不开门。明白。无知者才会为生存恐慌，我早已立于不败之地。这场游戏该我赢了。灾难来啦！船长，主机熄火，动力全锁。所有乘客船员立刻回房。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别问了，跑！别松手，跟着我！快手，快找房间躲起来！抱歉，擅自闯入，外面彻底失控了。多个人，多个照应，谢谢。稳定后我们就走。离开？去哪儿？全乱了。广播的话你们听见了吗？是真的吗？世界出事了。是地球出了问题。锁好门，稳住，别出声。那是什么？是超级海啸，它冲过来了。我们会死吗？不会，我带你活下去。我不想死。
别怕，有我在。超级海啸，1000米级，只剩10分钟。10分钟，我们会死吗？我不想死。逃不掉了，没有船能扛住，我们完了。那究竟是什么东西？不能等死，还有逃生舱。对，我们还有机会，船尾逃生舱，现在冲过去还来得及。拼了，总比坐着等死强。谁挡路就打过去。我和伊森开路，女生在中间，江哲断后，没时间磨蹭，现在就走。抓紧，别松手！他们抢了，船长和赵天宇先占了2艘，冲过去，还有2艘。你们先上，快爬！凌晨，快，来不及了！大家都抓紧了，保护好自己！全部站起来，踩到椅子上，再泡半个小时，全部室温烘客。座椅下面有密封储物箱，里面有应急物资，防水火柴、保温毯、防寒服、淡水、压缩粮、药品。立刻脱掉湿衣服，保温毯必须贴身，隔着湿衣服完全没用，会快速失温。冷。凌晨现在状态很不好，小冉也在高烧，需要喝药。我们必须尽快上岸。动力全毁，推不动，排不了水，发不出信号。
发出去也没用，世界都完了。先吃东西，撑住热量。凌晨千万别睡。小冉在高烧，必须尽快上岸。舱门变形，根本打不开。必须撬门，浮冰随时会裂，积水会漫上来。陆地，那边有黑色岩石陆地。凌晨，前面就是陆地，我们安全了。立刻打包必需品、药品、高热量食物、淡水、信号弹。救生筏能撑住冰海，我们乘筏上岸。3公里左右，必须尽快上岸。左边，浮冰过来了。3公里，必须尽快上岸。不好，体温还在降，室温加重。凌晨也一样，必须再快！全力划，不管浪多大，冲！再坚持，马上就到。到了，我们到陆地了！快上岸，离开滨海！看云层厚度和风带，暴风雪还有3到4小时到。这里完全不能躲，零下几10度会直接冻死人。必须往内陆走，找岩壁洞穴或冰棘龙。林晨和小冉还在昏迷，我们得扶着他们走。再坚持一下，我们马上安全了。前面地势抬高，一定有避风处。雪越来越大了，速度再快一点。坚持住，不能停，一停就失温。看两边有没有岩壁褶皱。没有，什么避风处都没有。别慌，还没到最后。快看，是船上的救生艇。有人吗？里面有人吗？怎么了？里面是什么？里面全是船员尸体。见鬼！别描述了。就算里面是地狱，我们也必须进去，
外面暴风雪马上全面爆发，会被活活冻死。我来清理。伊森，清理好了吗？还需要多长时间？清理好了，可以进来。高烧还没退，必须升温。酒精块太少，根本撑不住严寒。那我们撑不过今晚。酒精不够，撑不过暴雪。那怎么办？必须搭建多层保温帐篷，把热量锁在最小空间，才能活下去。用桨做骨架，伐皮做外层，保温毯铺内层。防环服连起来，铺在内层当被子。热量锁住了，暖起来了。江哲，怎么办？我们还能活着出去吗？只要人还在，就没有绝路。伊森，酒精块还剩多少？大概还够烧一段时间。体温是回升了，但是身体太虚弱了，得补药。一会儿把水加热一下，大家都喝一点。苏望，凌晨怎么样？他体温回升，但一松开就掉。再加一个便携炉，专门给凌晨保温。暖够了，你不准有事。吃点，保持体力。还好酒精够，不然撑不过。等雪停，我带你们找个东西。什么东西？救生艇夹层里的应急卫星定位终端，找到它，我们就能联系外界。苏望会牵强看场干扰，那一定就是逃生方案。确定还能用吗？没碎就能开机，是我们最后的底牌。先熬过去，我们再一起找。一起找。我冲糖水，先喂凌晨。通气口没问题，氧气够。雪停时间未知，雪埋太深，会塌吗？可能会。雪停必须立刻挖开。江哲，你觉得外面还有人吗？不知道，但我们不能放弃。我们是不是被世界丢下了？不算，只要我们活着，人类就没有完。高原地区一定有幸存者。那潜艇和舰队呢？全靠电子系统，现在大概率全军覆没。凌晨，睡。你醒了，你终于醒了。让你们担心了。醒了就好，一切都会好。灾难前，你们有没有觉得不对劲？信号乱，导航封，电磁爆表，我还抓到一段不属于地球的频段信号。那不是天灾，更像是被触发的。不是天灾。没证据，但有问题。灾难背后有问题。活下去才能查清楚。终端能查信号来源，等熬过暴风雪我就去找。我跟你一起，就算挖开冰也得找到。先把伤员稳住，一步一步来。我们真的能得救吗？不能再等，出去疏通通风口。好像是设备。
卫星终端。是他，终于找到了。但冰太硬，强行撬会彻底毁掉。零件全毁，电池报废，估计用不了了，先留着，看还能不能修。苏旺，快过来，夏小冉醒了。睡。苏旺，我在哪儿？你醒了，你终于醒了。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哪里疼？烧退了，没事了。我们还活着，对不对？对，我们都活着，都会活下去。谢谢你一直陪着我。我们是同伴，也是彼此的依靠。等雪彻底停，我们挖开终端，寻找救援。先恢复体力，再做打算。物资够，但燃料撑不住了。我必须出去找燃料。我等你回来。放心，我一定回来。我跟你一起去。不行，你不能走。别小瞧我，多个人多照应。他空手道季勋，身体素质极强。好，你跟我一起。注意安全。放心，我会守好这里。我们不能停，必须一直动。往冰原深处走，补给概率最大。别走远，在视线范围内。你来南极到底做什么？我是地磁检测员，灾前3个月已异常。正常磁极偏移绝会这样。指针该有固定指向。不是磁极跑了，是地球主磁场碎了。主磁场碎了，自然不可能做到。灾难是被刻意触发的。先找燃料，尽快回去。堆雪堆标记，继续往前。迷失忘了，不能再走，必须原路返回。好，回去。江，你还好吗？回答我。我在这儿。洞口滑，慢慢下来。你怎么样？伤哪儿了？脚踝扭了，骨头没断。万幸，只是扭伤。虽然吃啥补啥，但是这里可没猪脚。这是一艘日本船，有船就有物资，有能烧的东西。能烧的比粮食还珍贵。你别动，我去查其他船舱。注意安全。
Japanese deep sea whaling vessel. 这是精油固化物。下面怎么样？是日本捕鲸船，2层全是罐头，有尸体，但船体冰封不漏风，安全。这里有许多的精油燃料，一点就着，燃料解决了。我们找到活路了，这艘船就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回去把这个消息告诉林晨他们。好，那我们先到洞口，抓紧时间出去。我这脚根本没法动。我有办法，用烂绳加 U 型环做意大利半口。意大利半口，能行吗？绝对行，我在下面牵绳稳你。麻烦你了，谢谢你。累死了，绳子太沉。背靠冰坡，双脚悬空。冰坡太滑，一定小心。我先上去拉住绳子，你再慢慢爬上来。好。可以了，我攥牢了，慢慢下来。安全了。欠你一条命。那就记着，以后还我。你刚才像女侠啊？女侠什么意思？厉害，勇敢，救人于危难之间。女侠，我喜欢。到了，我们快到了。到了，我们到了。怎么回事？他伤成这样。脚踝严重挫伤，先别问了，快把他扶进去。江哲，你怎么了？江哲，你现在怎么样？你一定不要有事啊！没事，小冉，我回来了。你们不是出去搜寻物资吗？怎么会伤得这么严重？我们遇到了一艘侧翻的捕鲸船，江哲从3米高的观察窗掉入船舱。丽娜姐，谢谢你，要是没有你，江哲就回不来了。我们是一个团队。林晨还是没有任何好转。先处理江哲的脚，再拖下去，一旦冻伤发炎就麻烦。这下可要拖累大家了。这是从捕鲸船找到的精油，这么一小块就能安稳烧1-2个小时。我们的燃料彻底不用担心了。我的烧已经退得差不多了，再休息1天，应该就能正常行动。我这脚至少几天不能落地，接下来只能麻烦大家了，谢了啊。都是一起的，
说这些见外了。凌晨，先吃点东西恢复体力。捕鲸船上还有未拆封的补剂，等我们状态好一些再去搬运。食物充足，燃料无忧，最紧迫的生存危机暂时平息了。凌晨，你醒了。慢点喝，别呛着。凌晨醒了。可算醒了，感觉怎么样？让你们担心了。体温上来了，没事了。胳膊很疼，软组织挫伤，没有骨折，慢慢养。凌晨，你都睡了好几天了，苏旺一直守着你，一步都没走开。睡吧，安心睡，我们都在。看你们几个默契十足，应该认识很久了吧？我们4个，我、小冉、江哲还有陆深，从大学时候就在一起了。从大学开始吗？最开始我们认识是在一场学校组织的户外徒步露营里。那时候小冉还是个连登山包都背不稳的小姑娘，江哲逞能非要走野路，结果差点迷路，是陆深带着我找到的她。那不是想抄近路吗？谁知道雾那么大。那时候阿哲脸都白了，还嘴硬说自己能找到路。从那一次之后，我们就总凑在一起。西藏的雪山，新疆的戈壁，青海的盐湖，我们全都一起去过。后来胆子越来越大，先来了一次南极，觉得没玩够，又约着第2次来南极探险。你们口中的陆深，灾难发生的时候怎么没见他？抱歉，我不该乱问的。伊森，你其实见过他的。我见过他，不可能。灾难发生那天，你应该见过船长那批人吧？我记得他们最先抢占救生艇，除了船长和船员，还有当时在餐厅闹事的那个年轻男人。没错，陆深当时就在他们里面。怎么会？阿哲，你是不是看错了？我也希望是我看错了。这些天我一闭上眼睛就会想起那天的场景。我一直觉得他是被海浪卷走了。他并没有被海浪卷走，他只是变成我们不认识的人了。或者说，我们只是认为自己了解他。有一件事，我一直没跟你们说，陆深会变成这样，
不是突然的，早在登船之前，他就已经不对劲了。什么意思？你在飞机上遇到凌晨后，总在我们面前提起他，就是那几句，彻底刺激到陆深了。怎么会？苏望，有一件事我一直没说。陆深喜欢你，喜欢了很多年。什么？大学那次他跟你表白，你拒绝了，可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你有没有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儿？除了家里长辈介绍的相亲对象，几乎从来没有男生真正追过你。你觉得奇怪，是因为有人把所有靠近你的男生全都挡在了外面。那个人就是陆深，他用威逼、利诱各种办法，把所有对你有好感的人全都赶走了。怎么会？上船之后，你有没有发现，凌晨也有一段时间对你疏远了很多？有好几天，他都刻意避开我。那不是凌晨本意，是陆深找过他了。陆深警告凌晨离你远点儿。后面，陆深私底下花钱买通了船上的工作人员，计划找个没人的地方，给凌晨一个教训。他选定的行动日子恰巧就是海啸那天，可他还没来得及实施计划，海啸就来了。混乱之中，他直接投靠了船长和赵天宇那批人，抢了救生艇自己逃命。我一直把他当亲哥哥一样。凌晨，你醒了？睡。发生什么事了？你们在说陆深的事儿？我猜的。之前在船上的时候，江哲曾跟我说过。江哲找过我，提醒我陆深要找人对付我。其实不止江哲，陆深也亲口警告过我，他让我离你远一点。我当时没有放在心上，只是刻意避开了几天，不想因为无关的人影响到大家的心情。他的选择是他自己的事，你们没有对不起他，也没有任何过错。大家都是成年人了，所有的选择都是权衡利弊之后的结果。他选了对他有利的答案，与旁人无关。好了，不聊这些了。我昏迷这几天都发生什么了？你和小冉是一起昏过去的，我们拼尽全力把你们抬了出来，一路飘着挪着，才找到现在这个相对避风的地方。后来燃料快用完了，阿哲就和丽娜姐一起找能烧的东西，结果阿哲的腿就在那时候受伤的。谢谢你们，这几天辛苦大家了。不过凌晨哥，你最应该感谢的是苏望姐。小冉，你这话是……你那时候冻得浑身冰凉，体温一直上不来，又没有多余的取暖装备。苏望姐怕你撑不过去，把自己衣服都脱了，贴着你，用身体给你保暖，抱了你一整夜呢。小冉，别说了，那不是情况紧急吗？苏望，谢谢你。就光谢谢吗？救命之恩你就光谢谢？我家苏望的清白怎么办？多谢苏大小姐救命之恩，在下无以为报，唯有以身相许了。你什么以身相许？我还没答应。好了，你们俩的事儿之后你们俩自己谈。
现在凌晨也已经苏醒，咱们得考虑一下物资的问题了。先统计一下咱们还有多少物资能用吧。压缩饼干8块，口粮包12包，肉罐头3罐，豆子罐头3罐。淡水没剩多少，但外面全是雪，烧开就能喝。全部算进去，只够我们5个人撑3天左右。我休息2天就能走，到时候你们扶我一把。不行，你这腿至少要静养1周。食物的问题我去解决。捕鲸船离这里不算最远，我一个人过去轻装简行，把急需的物资先取一部分回来。不行，你一个人出去太危险。你的手之前划伤，现在才刚结痂，而且你发烧刚好，身体还虚，还有一层。我不说，但大家心里都明白。现在这种环境，人心最脆弱。如果我和你一起走，难免有人会想，我们是不是丢下伤员，自己先跑了？我也去，我多年户外徒步、登山，极地环境有经验，2个人互相照应，速度快也稳。路线我再跟你们确认一遍。出帐篷后，正西方向直行，300米处有我之前做的石头冰锥。过了冰锥往前，翻过那道低矮的冰埂，视野开阔处就能看见捕鲸船。天气变差了，开始下雪了，要不然我们等明天吧。食物只够撑3天，已经消耗了小半天，万一暴风雪连下几天，我们等得起，肚子等不起。凌晨先生，放心，我跟丽娜都会安全到达，并且平平安安回来的。丽娜姐、苏旺姐，路上一定要吃饱穿暖，千万别冻着。我们都在帐篷里等你们回来。如果你们后天下午以前还没有回来，我会立刻出发去找你。放心吧，我一定回来。哇哦，丽娜和伊森都吻别了。苏旺姐，你不跟凌晨先生也来一个吻别吗？路上都听丽娜的，小心一点，别逞强。遇到危险要保护好自己。我只要你平安回来，这就够了。我知道，你也好好养伤，等我回来。丽娜，能见度太低了，再远根本看不见。我们刚刚离开逃生艇不久，现在方向应该是没问题的。苏旺一定要注意脚下安全，慢慢走，安全第一。放心，丽娜。我们一定会顺利的。我们出发多久了？1个半小时，那就是走了1半路程。现在什么都别想，只找标记。我之前和江哲探路时留了雪锥，顶端压一块黑石头，棱角指向前进方向。找到了，方向没错，朝前，保持这个节奏，慢一点没关系，每一个雪丘都要确认清楚。捕鲸船到了，苏，我们到了。别动，下面是空的。下面是空的，应该是船舱破损的舱板，被雪压得快塌了。千万别抬久，别发力。抓住，抓紧，2只手握紧，全身放松，相信我。苏旺，
固呢，差一点就掉下去了。你没事吧？这整片雪坡下面应该都是舱板，不能再从这儿走了。那边船是侧翻埋在雪里的，我和江哲上次找到一个入口。下来吧，里面很安全。真正大量的物资都在底层的冷库里，但库门被冰彻底封死了。先解决眼前的温饱。丽娜，你快来看！怎么了？丽娜，你看这里。有泡面，何止是救赎，这简直是过年了。这里还有脱水蔬菜包和小份风干肉。奇怪，这块冰是什么？丽娜，你看这里。是水果，居然还在，被冰封着，相当于天然冷库。等我们想办法化开，凌晨他们都能补点维生素。某人心里怕是早就排好优先顺序了吧？捕鲸船的核心就是鲸肉处理，我上次和江哲探路时看到过，作业舱里有切割剩下的鲸肉块。这个肉看着就好紧实。鲸鱼肉蛋白质含量特别高，在南极这种地方能快速补充体力，但千万不能多吃。鲸鱼是海洋食物链顶端的生物，体内会长期复合重金属，我们就尝一小块。苏旺，这里，我来。走吧。尝尝。这个肉也太难嚼了吧，比牛肉还要硬。纤维又粗又硬，味道一般，就是能填饱肚子。可在这冰天雪地里，一口热乎的烤肉下肚，什么都值了。终于收拾完了，累死我了。找个地方休息吧。我的天，这房间也太不一样了吧！你看这宽大的床架、实木书桌，还有皮质扶手椅，这待遇和其他房间比，简直是天差地别。船长室，在船上等级分明，特权都体现在住和吃的地方了。咱们干嘛还要费劲搬回小房间？这间屋子又大又干燥，干脆直接住这儿了。希望他能撑过今晚。应该可以。累死我了。不过今天晚上终于能睡个暖和的好觉了。丽娜，快看！
你又找到了什么？天哪，苏，你简直是我的幸运星！这东西可是宝藏啊！这下可好了，再也不用受那份罪了。丽娜，我突然有点好奇，你跟伊森是怎么认识的呀？是在莫斯科，那时候我还在念大学，被选去参加国际空手道比赛。刚下火车，就有人从后面猛地拽走了我的包。然后呢？伊森当时就站在不远的地方，听见动静连犹豫都没有，拔腿就追了上去。等我转过巷子口，就看见他已经把劫匪拦住了。可那个人比他壮很多，直接把他按在地上揍。那后来呢？你别忘了，我可是学格斗的。我冲过去，单手撑地，直接一个倒立七，一脚踢在那个人的脖子上，他当场就飞了出去。伊森抬头看见我的时候，整个人都愣了，嘴巴张成一个圆形，傻得要命。后来我问他，他说他从来没见过一个女孩子能这么厉害。那一刻，心脏跳得快要炸开了。所以他就赖上你了。明明不会说几句俄语，我英语也不算好。从那天起，他就一直跟着我，两个人就靠着翻译软件、手势、傻笑，天天待在一起。伊森啊，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笨蛋。这暴风雪还是没停，我们要不再等等？不行，伊森那性子，我如果今天不回去，他绝对会顶着这种天气出来找我。南极这种天气，独自外出就是送死。那我们赶紧收拾东西，拿上物资，马上出发！快，快，快！知道了。我们从这儿下去。好，我先来吧。我下去之后，你把绳子拉上去，再把背包放下来。可以了，接着。丽娜，你怎么样？苏网，能见度太低了，我们已经很久没看到标记了。丽娜，我们应该迷路了啊！伊森，你怎么了？我梦到丽娜在风雪中迷失了方向，她一定出事了，我必须去找他们。我去就回。外面暴风雪那么大，我1秒都不能等。我把路线和标记位置告诉你，从救生艇洞口出去后，正对着的方向直走300米有第一处标记，最多2小时，无论找没找到，必须回来。不走了，就这里，我们必须挖雪窝，扛过这场暴风雪。好好，我来挖，我来挖。丽娜，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我只听到风声，应该是你太累了，出现幻觉了。嘘，你听，真的有声音，不是风声。是
我们了。没错，是伊森的声音。伊豆，我们在这里。亲爱的，我是你的骑士，来守护你了。早知道就不该让你去，都是我的错。说什么傻话？你不是顶着暴风雪找到我们了吗？我的骑士最靠谱了。阿哲，我也要亲亲。真香。我可是救了你的命，收点利息，不过分吧？你这是耍流氓！我要报警抓你！在这1亩3分地，警察管不了我。泡面，竟然有泡面！水果？水果？南极这种地方怎么会有新鲜储水果？捕鲸船厨房里找到的。那今晚能吃泡面吗？当然可以。太好喝了，这是我喝过最好喝的汤。慢点吃，没人跟你抢。直到来到南极，才明白最简单的健康与温饱，就是最大的幸福。天晴了，现在你可以进去折我吗？脚踝好的差不多了，拉伤也恢复了。已经整整2天没有下雪了，正是出发的好时候。大家跟紧我，千万别乱跑。这冰面有点危险，踩错一步很容易直接掉下去。就是那里吧，那艘捕鲸船。没错，目的地到了，目的地到了。哇！
依晨、苏忘了，你打算去调查？安全了。这艘捕鲸船整体分为3层，最顶部是驾驶舱，旁边有休息室、储物间，往下一层是船员宿舍、公用厨房、餐厅，最底下一层是作业舱、设备舱和动力舱。2两一组，分开搜索。林晨和苏旺探索2层船员舱，我和小冉查看驾驶舱周边。这个是公布在中地有点3期间1倍。丽娜和伊登去厨房和餐厅区域。上次我和丽娜只粗略搜了一半，这些小房间都是普通水手住的，又挤又简陋。那边就不一样了，是船长大副住的舱室，空间大，说不定藏着好东西。那我们先从这边开始，一间间查。这艘船比救生艇大得多，也当风，我们不用再挤在一起了。2层尽头有3间最大最规整的主舱，船长室、大副室、2副室。这里宽敞又通透，我们选这间吧。阿哲，这间大小刚好，我们就选这里吧，好温馨。剩下这间船长室，空间最大，视野也最好，我们就住这儿吧。好，就这里。等把冷库彻底清出来，我们再找找有没有备用的通讯设备，说不定还能联系上幸存的人。不知道我爸妈现在怎么样了。别担心，他们一定会没事的。凌晨，你不难过吗？我不知道自己该不该难过，反而有种解脱的感觉。凌晨从小就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他的父母对他近乎严苛到病态的掌控，小到穿什么衣服，大到学什么专业交什么朋友，全被安排得死死的。他没有自由，没有快乐。对他而言，那个所谓的家从来都不是港湾，而是牢笼。他们从来不管我想要什么，只知道逼我按照他们的安排走，稍微反抗就是无休止的贬低。从小学开始，我就没有自己的选择权，穿什么吃什么全是他们定好的，稍微做的不好就是一顿指责。凌晨，你太不容易了，这根本就是犯罪。都过去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其实我小时候，爸妈也经常不在身边，都是奶奶带我长大的。奶奶走了之后，我就一个人，直到遇到小冉，才觉得有了牵挂。我和伊达是在大学认识的，我爸妈很开明，一直很支持我们。他爸妈待我就像亲儿子一样。
我从小就跟着爷爷生活，爷爷是个老水手，经常带我出海。可惜他去年走了。这是捕鲸枪，专门捕鲸的重型武器，可惜火药早就受潮冻坏了，彻底用不了。这里还有东西，这个能用，后面当武器或者切肉都靠它了。江哲，你看这边。藏得够深啊，之前扫了一圈完全没注意到。清开看看，里面说不定有能用的设备。锁锈死了，得用力撬开。门开了，里面彻底堵死了，想清理开起码得1周。先不管了，把作业舱能清理的整理出来吧。对了，日本的捕鲸船怎么会跑这么远到南极来？估计是这边方便吧。对外一直打着科研考察的旗号，暗地里捕杀鲸鱼。我总觉得不对劲。我经常刷视频，上面说南极冰层下面其实藏着一片古大陆，甚至还有史前文明的遗迹。你是不是还想说地平论、巨球论那些，全是无稽之谈？我不是说那些，我是真的觉得奇怪。那你怎么解释所有国家的南极科考都只在边缘地带活动，从来不敢深入腹地？那是因为南极腹地气候极端，风速能达到每秒100米，温度零下80、90度，根本不适合人类活动。那你信有外星人吗？也许有吧。但我更相信科学。我觉得南极冰层下面藏着东西。国际上那么多国家，明明都签署了南极和平利用条约，可为什么总是偷偷摸摸派人来？这艘日本捕鲸船真的只是为了捕鲸吗？你的意思是南极下面有东西？不止如此，我看到过很多说法，世界根本不是地理上写的那样。南极不一块大陆，而是地球的边缘，是通往外界的通道。你又开始了，地平论、巨球论这些都是没有科学依据的谣言。那你怎么解释所有国家的南极科考都只在边缘地带活动？卫星云图里南极中心区域永远是模糊的，这难道不可疑吗？南极腹地气候极端，风速能达到每秒100米，温度零下80、90度，根本不适合人类活动。可万一不是呢？丽娜，你相信有外星人吗？从科学概率来说，宇宙这么大，只有人类存在的可能性太低了。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权威组织公开承认过外星人的存在。我相信一定有外星人。如果没有外星人，那和鱼生活在纯净水里有什么区别？啊？鱼生活在纯净水？
林晨的意思是，自然界中找不到纯净水。如果鱼生活在纯净水里，那它必然是其他文明创造的植物。别吓我。这外星人是不是有什么阴谋？我以前好像看到过一个记载，说很多年前有科考队成功横穿了南极大陆。如果腹地风速那么恐怖，气温低到致命，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很简单，他们根本就没真正进入腹地，只是沿着边缘走的。如果南极真的是一圈环形的墙，那些所谓的横穿不过是贴着墙根往里探了一小段。1959年，国际上还签订了南极条约，禁止军事活动，看似是保护南极，可也正是这个条约，把南极腹地划为了禁止随意深入的区域。越是不让去，不就越说明里面有问题吗？别说了，求求你们别再说了，我害怕。对了，差点忘了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在厨房储物室最里面找到了一个半人高的大铁皮桶，也就是说，我们终于可以烧水洗澡了。我的天，我都快忘了洗澡是什么感觉了。正好，把刚才那些吓人的事儿全忘掉。我也要，终于能洗去一身的灰尘了。夏小冉，小冉，你看洗澡不掉酒怕的，如果优抢在想洗澡顺序。哎，那我们谁先洗啊？等烧好水，我们一起洗。阿哲，我们也要一起洗。刮胡刀就好了。再这么下去，用不了几天，我就得变成南极野人了。没事呀，就算你变成野人，我也喜欢。要不就用那把分割刀，反正都是刀。拉倒吧，那么大一把刀，一不小心刮到脖子脸上，我可没那手艺。剃须刀有，我之前搜物资时候找到一个，我去拿。真的有剃须刀吗？江哲，我帮你刮好不好？我在家帮我爸爸刮过的。怎么样，是不是帅多了？是，最帅了。好了，刮干净了，又变帅了。辛苦你了，小冉。丽娜，要不要也帮我刮刮？自己刮，我可没有小冉那么好的手艺。伊森，你小心点儿，别刮到脸。凌晨、苏旺，快起床啦！今天约好要把冷库门口的后冰清理出来。知道了，马上就起来。你们有没有觉得今天好像没那么冷了？不止温度上升了，外面的风雪好像停了。南极这个季节，暴风雪一旦开始，很少会这么快停下，完全不符合正常的气候规律。南极的气候本就极端多变，不过这种无征兆的升温停风确实反常。但眼下不是深究的时候，先去吃早餐，然后去清理冷库门口的冰。我来凿开缺口，凌晨、伊森轮流接力，女生在旁边帮忙清理碎冰。再加把劲儿，很快就能撬开了。这也太多了吧！
这些肉怕是我们6个吃到死都吃不完。这下好了，食物吃到下辈子都够。就是这整理的活儿，怕是要干到天荒地老。上帝呀，我宁愿再凿一遍冰，再麻烦也得收拾。先分工，凌晨、江哲挪倒他的货架，伊森和我先统计鲸鱼肉，苏旺、小冉清理蔬果和包装食品。开始行动吧。好。居然还有这么新鲜的西红柿！这货架也太重了，歇口气再弄吧。确实，这活儿比凿冰还累。丽娜，我们已经统计了一半了，剩下的下午再弄吧。我们这边也整理的差不多了，先出去歇会儿吧。大家先停一停，咱们好不容易翻出这么多新鲜蔬菜和冻肉，晚上要不要开火炒几个菜？炒菜？陈哥，你说真的？当然是真的，食材应有尽有。我要吃炒菜、水煮肉片、干锅牛夹，我光是想想就快要流口水了。炒菜是你们中国特有的烹饪方式吗？等会儿你们尝过就知道了。看我的，保证让你们吃到最香的中国炒菜。好香啊！太不可思议了，这是我闻到过最香的味道。大家快动筷子，尝尝我的手艺。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道。原来这就是中国的炒菜，这是我吃过最特别、最温暖的食物。味道确实不错，比我们之前吃的压缩饼干好多了。没想到你还有这手艺，平时看不出来啊。那当然，我可是深藏不露。林晨，你以后就是我们的专属厨师了。这种烹饪方式很特别，温暖又美味，比西餐更有烟火气。阿哲，你尝尝这个牛肉，特别香。好吃，谢谢你，小冉。没想到在这种地方还能吃到这么地道的中国菜。太饱了，这是我灾难以来吃的最香、最饱的一顿饭。我也是，感觉肚子都要撑破了。要是每天都能吃到这么好吃的菜就好了。只要食材够，以后每天都能给你们做。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近的温度上升了不少？暴雪已经停了2、3天了。确实，原本以为只是短暂的晴天，现在看来不太对劲。我在极地监测多年，这般反常的气候，核心原因只有一个：磁场混乱，磁极已经彻底不固定了。地球的磁场就像一层保护罩，磁极稳定时，磁场能牢牢锁住大气层。可一旦磁极紊乱，首先就是全球磁场强度骤降，指南针导航全部失灵。其次，地壳活动异常，板块剧烈挤压。之前那场席卷全球的海啸就是这么来的。是来极地之前，我一直想看一眼极光，可我们在这里待了这么久，好像从来没看见过。哪儿还有什么极光？极光的形成本就是地球磁场将太阳风里的带电粒子导向南北两极，现在磁场已经乱成一团，根本无法引导太阳粒子流，极光自然彻底消失了。连象征着极地浪漫的极光都不复存在，
地球的生态与磁场已经崩溃到了这种地步。走一步看一步吧，至少现在我们还安全。我们走不了了。丽娜，你刚才说磁场紊乱无法阻挡太阳辐射，气温会持续升高，那我们储存的那些食物是不是根本存不住？理论上的确是这样，一旦温度突破冰点，那些蔬菜冻肉不出1周就会腐烂发霉。啊？怎么这样啊？我们好容易才找到这么多吃的，那之前的苦不都白受了吗？小冉，你先冷静。食物腐坏其实并不是眼下最严重的问题。还有什么比饿死更可怕的？你是说，冰层之下封存了千万年的远古病毒，了上百万年的史前微生物，一旦温度持续升高，冰川大面积融化，这些沉睡了亿万年的远古病毒就会被释放出来。啊？对这些史前病毒没有任何免疫力。远古病毒？那是不是意味着我非死不可了？我非死不可了。别担心，你不会死的。现在只是温度升高了一点点，远没有达到让冰川大规模融化的地步。那些深埋在几千米冰层之下的远古病毒还被牢牢封着。伊森说的有道理，但最关键的问题一直被所有人忽略了。什么问题？我们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地球磁场究竟到了哪一步。如果磁场完全崩塌，太阳风会直接轰击地球表面，首先摧毁所有植物。没有植物制造氧气，我们现在根本不可能正常呼吸。这就证明磁场只是紊乱、偏移，但核心的保护作用还在勉强维持。所以温度不会无限制的升高，极地的冰川至少不会全部融化，远古病毒也不会在短时间内释放。太好了，我还以为真的没有活路了。好了，别再愁眉苦脸了。眼下我们还安全，捕鲸船还在，食物还在，彼此也都在，这就够了。其实，刚才丽娜说的那些话里，有一个问题我一直觉得不对劲。哪里不对？就是这场灭世海啸的成因。丽娜分析是地球磁场彻底崩碎。按照她的理论，磁场失失后，宇宙射线会轰击地球，摧毁所有植被。那我现在提一个假设，你又来了。如果地球的上空其实是一个封闭的罩子呢？我们看到的太阳根本不在遥远的宇宙中，而是在个罩子内部的高空。那样的话，就算地球磁场崩碎了，顶多让地表温度升高一些，根本不会出现缺氧、植被全毁的情况。我觉得林晨的这个假设并非没有可能性。在真相没有被完全揭开之前，任何合理的假设都不应该被轻易否定。你还记得灾难发生前，你检测到了一个不属于地球上任何已料之频段的神秘信号吗？没错，那信号出现后不久，灭世海啸就来了。这场灾难绝对不是自然发生的，一定有什么东西在背后暗中搞鬼。我知道了，
是灭世洪水，是圣经中记载的末日洪水。神要消灭世间的原罪，重新净化这个世界。得，又封一个，一个搞地平猜想，一个搞神创论。伊森说的没错，不止圣经，全世界各个古文明的典籍都记载保过大洪水毁灭世界的故事。这么多文明相隔万里，却有着一模一样的记载，这绝对不是巧合。如果把这些记载串联起来，就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真相。这么多文明相隔万里，却有着一模一样的记载，这绝对不是巧合。林晨说这场灾难是人为操控的。说实话，抛开罩子这个假设，单从磁场角度讲，林晨说的并非完全站不住脚。这场海啸是瞬间爆发的，根本没有给大气渐变的过程，这一点完全不符合自然演化的逻辑。那这么说，我们到底算什么啊？是侥幸活下来的幸存者，还是试验品？不管是什么，我们现在都活下来了，有吃的，有住的，还有彼此陪伴，这就够了。伊森说的对，与其担忧未知的灾难，不如珍惜当下。怎么了？这是共济会的标记。共济会，他们是共济会的人。当初的苏联就是被他们一步步搞垮的，通过操控经济、煽动内部矛盾、制造舆论危机，这背后全是他们的手笔。这艘日本的捕鲸船上居然有共济会的人，他们绝对不是来单纯考察的，肯定是在执行秘密任务。共济会起源于中世纪欧洲石匠更会，后来逐渐吸纳各行各业的精英。他们的核心架构是13个核心家族，有33个等级的晋升制度。1776年，顶层成员又成立了个更级兄弟组织——光明会。光明会那又是什么？光明会的宗旨是建立新世界秩序，消除国家界限，统一全球。美元背面印的那个权势之眼就是他们的标志。他们掌控着全球的政治、经济、媒体，很多国家的总统选拔、金融危机、舆论导向背后都有他们的影子。他们自认为是神的唯一选人，天生就拥有统治其他种族的权利。日韩去熊计划、有色人族清除计划、罗利岛事件背后都有光明会的影子。那这些人在这里，说明他们的计划没有成功，但这间密室里肯定还有更多的线索。硬件全正常，可就是一颗信号星都搜不到。南极本身信号就差，咱们又在底层密室，必须去顶层驾驶舱，那是整艘船最高、最开阔的位置。那是低轨卫星？什么？海啸之后，地面控制站全毁了，全球成千上万的低轨卫星，没人维护，没人调整轨道，早就该掉下来了。这台终端可能彻底没用了。江哲，你说实话，你觉得外面现在还有活人吗？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当然是真话。我认为应该还有。青藏高原、安比斯山脉那些高海拔地区，海啸再高也波及不到。但是活下来的，除了极少数运气好的普通人，绝大部分一定是掌权者、高层、军方、精英家族。他们早就有应疑预案，有地下掩体，有充足物资。你是说，就算我们联系上外界，等来的也不一定是救援？我们发现了光明会的秘密，发现了南极的秘密资料。如果真的有高层活着，并且一直在监控南极，你觉得
他们是会来救我们，还是会灭口？那我们还等不等信号？等。因为不等，我们就只能困死在这里。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在一起。对，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一定能活下去。不管未来会面对什么东西，是未知的灾难，还是藏在暗处的秘密，我们都会一起扛过去。